雨棉，这么晚有事吗？嫂子，你快看我给你发的消息。亲手做的蓝莓蛋糕送给最爱的你们。最爱的你们，原来你早就对我设置了不可见。在忙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我们现在去外滩找我哥算账。雨棉，我跟你哥的事情，让我自己处理。云初，不要！是不是生病了？明天我订个餐厅，把纪念日补上。不用了，你记得纪念日，却去陪别人过生日。你从不做家务，却亲手为他们做蛋糕。霍彦舟，你到底有多虚伪？睡吧。霍彦舟，为什么？在忙。一条短信就能让你连夜赶去，原来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。现在是早会时间，你竟然在为他跑缴费处。我接个电话，你先忙。乖，别闹了。25年了，你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。彦舟，你工作忙，怎么又过来了？妈，我给您联系了心脏科权威专家，出院前再做个全检。还是彦舟想的周到。爸，都是一家人。我站着就行。如果你当年娶我只是为了霍家的名声，现在名利双倒，是不是该放过我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昨晚没睡好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转转。晚上我订了餐厅，不过纪念日是你最喜欢的那家。霍彦舟，这25年的执念，我不要了。两位这边请。1份抹茶松露，2份5分熟牛排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3周年纪念日礼物。以前你随手送我个发绳，我都能炫耀好几天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你的温和有礼不过是公式化的补偿。不喜欢？还行。很漂亮。谢谢。你觉得我在闹脾气，可你不知道，我只是在看一场独角戏。你最喜欢的抹茶松露？我还是想吃你亲手做的。术业有专攻，这家餐厅的学徒做的都会比我好。你想吃什么尽管去买，不用心疼钱。术业有专攻，那你为他亲手做的蓝莓蛋糕又算什么？好苦。那是他的白月光，他在心急，但他对我定的规矩，他还没打算亲自打破。我把司机留给你，回去早点休息，不用等我了。你忙，我打车回去。这是什么文件？一些医学资料。是吗？曾经骄傲的云家大小姐，现在却像个妒妇一样跟踪出轨的丈夫。云初，你真可悲。小初，你是不是跟彦舟吵架了？妈，我们没吵架。彦舟是霍家独苗，你要尽快跟他要个孩子，婚姻才能长久。把它吃了。
姐，我刚才在电梯里看到姐夫了，他好像去了13楼。燕州，你今晚能不能留下来陪我？原来你夸的那句很漂亮，夸的不是我，而是他。快结束了，等妈妈出院，我就放过你，也放过我自己。这条手链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？霍先生，这是刚刚一位很漂亮的女士丢掉不要的。燕州，你不是答应陪我吗？我有点事要回去处理。燕州，这几天你一直陪着我们母子，你太太该不高兴了，你快回去哄哄她。放心，她没事。以前不管多晚，云初都会亮着灯等我，光着脚朝我跑过来。手链掉在13楼，难道真是巧合？如果是他发现了安宁，现在应该已经闹翻天了。手链呢？怎么没带？不知道，可能丢了。昨天晚上我在医院看到小川了。手链被我捡回来了，先带着，忙完这阵子陪你挑个更喜欢的。我说了，我不要！不是独一无二的礼物，不是独一无二的丈夫，我统统都不要！不要！离我远点！放开！云初，胡闹也该有个限度。我从小就胡闹，你第一天认识我，一条手链，至于吗？霍彦州，你心里干了什么？你最清楚！滚！你给我滚去哪里！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谈。你嫂子情绪不好，一会儿你看着她把饭吃了，陪她出去散散心。哥，你怎么这就走了？装可怜，云初，你的把戏越来越过分了。嫂子，你醒醒！120吗？这里有人晕倒了，快救命！小初，还有哪不舒服？头晕不晕？胃疼不疼？啊，我怎么在医院？嫂子，你在家里晕倒了，头还磕破了，医生说是急火攻心加上低血糖。你哥是不是把我送来医院就走了？你哥是不是把我送来医院就走了？是我打的120，我哥他有急事去处理了。谢安宁回来了，还带了个5岁的儿子。霍彦州哪还有功夫管我的死活？妈，雨眠，送我回家好吗？我不想让我妈看到我住院。好，医生说你是气急攻心，回家休养也好。这件事儿，妈给你做主。你今晚能不能留下来陪我？霍彦州，我等了你3年，最后竟活得像个泼妇。彦州，你怎么照顾小初的？她气得晕厥住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嫂子是低血糖加上被你气的。彦州在外面打拼事业，哪顾得上这些琐事？他一个破产千金，离了婚谁要他？没事业没孩子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要他何用？哥，那个女人是不是回来了？你朋友圈发的那个孩子我都看到了。你是不是告诉你嫂子了？嫂子不让我说，我哪敢说？管好你的嘴，要是乱说，以后1分零花钱也别想拿。我想出院了，不想太麻烦你。听医生的，等你出院，我陪你们娘俩去逛街。就算不开心，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。现在冷静下来了吗？把粥喝了，你装晕向我妈告状的事儿，我就不计较了。霍彦州，是不是我死了，你也会觉得我是装的？看来你还是不够冷静。看到你，我没办法冷静。既然如此，我住外面，等你冷静了，我们再谈。对不起，里面被人包场了。包场？在京市，谁敢包我霍家的场子？再拦我，立马开除你们！
结婚3年，他甚至没给我递过一双拖鞋。贱货！你跟踪我？霍彦州，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。带雨明回去。哥，让那个狐狸精出来！嫂子这么爱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闭嘴！云初，带他离开，有什么事晚上回去说。既然碰到了，让我见他一面。没必要。如果我非要见他，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保安请你走？好，我也想知道，为了他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云初，别让我后悔娶了你。哥，哪天嫂子离开你了，都是你一个人的错。燕州，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太太见面？你这样，她会误会的。他脾气不好，还有雨眠那个火药图，我怕你受伤。燕州，东西我不买了，你赶紧去追云小姐解释一下吧。有雨眠在，她没事，我先送你回医院。少爷，少夫人刚刚哭着跑远了。没什么，开车。燕州，能不能答应我，别把我们母子的事告诉别人？怎么了？当年你爷爷逼我离开，我这些年一直被丈夫家暴，后来他吸毒死了，我才敢带着孩子偷偷回来。我真的怕你爷爷再对我们不利，包括你太太，求你别说出去。安宁，你遭受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到底。你嫂子闹够了吗？我嫂子失踪了，我和妈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到人。又在串通起来骗我。霍总，2点半的会议准时开吗？霍彦州，小初进医院你不管，现在人不见了，你还能坐在这儿？妈，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他向来懂得怎么折磨别人来气我，不会亏待自己的。我生你养你30年，才发现你和你爸一样冷血无情。妈，你严重了，我们不会离婚，我有分寸。哥，你就仗着我嫂子爱你，但你记住了，越爱的人眼里越容不得沙子。霍总，太太出现了，在接云夫人出院，让她回去，不用管，她自己会回家的。这几天他在陪谢安宁，而我在小旅馆里死了一次又一次。妈，这趟太挤了，我们等下一趟。小初，跟妈说实话，燕州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？妈，我想离婚。好，不管你做什么，爸妈都支持。都怪爸没本事。如果云家不倒，绝不让你受这份委屈。小初失踪几天刚回来，你居然不去看看他？他妈出院，他留在娘家尽孝，很正常。霍彦州，你跟你爸一样冷血。云初如果不爱你，他早晚会离开你的。妈，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。云初不会跟我离婚的。哥，你就仗着嫂子离不开你吧。嫂子，我哥知道错了，你跟我回去，我让我妈扇他出气。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燕州哥哥离婚。小初，亲家，既然燕州心里有人了，趁没孩子离了吧。明天周末带着礼物去云家赔罪，把云初接回来。妈，这些事儿我会处理。你处理啥？嫂子亲口说了，她要跟你离婚。雨眠，你也不小了，摸不着天够不着地的话以后少说。暴雨能卷走颜色，却卷不走心里的烂账。一会儿把墙上的婚纱照都拿下来扔掉吧。好的，太太。哼。画师姐姐，一定要把我也画漂亮点儿，不然我老公这么帅，我怕我配不上他。
我还有事，不等了。请进。太太，这大尺寸的婚纱照也要扔掉吗？扔，一件不用留。好的，太太。霍彦州，上车再说。彦州，我还是走吧。你太太闹成这样，我不想被人说是小三，我宁愿带着孩子去死。胡说什么？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们。我保证，绝不跟他提你的一个字，不让他有机会攻击你。如果你不解释，他要离婚怎么办？你放心，他不会的。彦州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你快回去陪你太太吧。少爷，少夫人还在家里等你，已经等了3个小时了。他等等没关系，安宁淋了雨会生病，跟上去。给你带了抹茶松露，还没吃饭吧？我不饿。既然不饿，那我们上楼。彦州哥哥，我们离婚吧。敢跟我提离婚，你真是出息了。这些年你帮了云家很多，我净身出户，我会发声明把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，为他们母子正名。继续说。云初，我跟安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半夜接机1个多月不回家，还有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？你对我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信任？结婚3周年，我准备菜，你却包下整个外滩陪他们放烟花。霍彦州，你当我死人吗？我为了你学做饭，学打领带，生怕配不上你。可我让你亲手做个抹茶松露，你嫌贵，却能亲手给那个孩子做生日蛋糕。我看到你送给我的周年礼物，转头也送了他一模一样的。在商场，你为了护他，竟然赶我走。我躲在旅馆里等死的时候，你对我一文不问。霍彦州，你凭什么这么糟蹋我？云初，这些事儿是我做的不够谨慎，以后不会了。不够谨慎？原来你只是后悔被我发现了。别走，云初。霍彦州，你别碰我，放开我！我怕脏，我恶心。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求你了，我有感情洁癖，我碰不了脏东西。去试试。他果然还是怕我，怕我怀上霍家的孩子，抢走他那个宝贝白月光儿子的一切。你放心，就算怀了，我也会打掉的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生孩子？等你空了，通知我办手续。大半夜下这么大雨，你去哪儿？只要能跟你离婚，我去哪儿都行。云初，你跟我离婚，你离得起吗？霍彦州，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上楼说。我不上去，我不要留在这里。云初，我们还没离婚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霍彦州，你跟我下来！放开我！你先冷静下，我去洗个澡。霍彦州，这婚我离定了，云家欠你的，我来还。还？
拿什么还？云初，我帮你算一笔账。当初云家破产，我帮你爸还了9亿7千万外债，市中心那套1000多万的房产，你父母每月10万的生活费，还有你弟弟名校每年100万的费用。我们婚后没签财产协议，你出轨在先，我净身出户，不要你1分钱财产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云初，我是商人，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有把握你分不走我任何财产。连本带利，我欠你多少？我打欠条。一张纸可打发不了我，10亿整，我要现金。我暂时做不到。那就做好你的霍太太，不要胡思乱想。那我更做不到。云初，我愿意花钱是维系婚姻，如果你不能维系，云家就得把钱吐出来。你妈刚做完心脏手术，如果收走房产，他们住哪儿？还有你弟弟，如果离开名校，他这个数学天才的前程，谁能保证？只要一天没离婚，你就是我霍彦洲的太太，就得尽妻子的义务，懂吗？我不懂。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做的不做。你不打算给他们母子名分吗？关于安宁的一切，你不准问，不准见他，不准找他麻烦，更不准跟我闹。你就当他不存在，能做到吗？霍彦洲，我没钱还你，你的要求我也做不到。还有没有第3条路？没有。云初，好好睡一觉，周末我陪你去看爸妈。这种看似暖心的动作，实则全是算计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从来都只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物件。既然抓住了，那干脆定个娃娃亲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婚纱照呢？扔了。没事，回头我让影楼重送。我要出去工作。可以。我还要搬出去住。不行，霍氏的一举一动都受关注，只要不离婚，你必须住在这里。你在外面养女人，就不怕影响霍氏？霍氏若因我出事，我一力承担，你能吗？小初，把粥喝了。彦洲这孩子脾气臭，你多担待。是啊，嫂子，我哥心里肯定是有你的。如果让他们知道霍彦洲用10个亿逼我，这个家会彻底炸掉。小初，是不是彦洲为难你了？没有，妈，都是误会。你三叔的旧房子空着，我们打算搬过去。这张卡里是彦洲每月打来的钱，除了住院费都在里面了。这张卡你拿去还给彦洲吧。听你妈的，钱还给他。过2天我们就搬家，房子也还了。爸，我想回医院工作，您能帮我引荐莫老先生吗？小初，你不是一直想当小提琴家吗？琴弦断了，总得给自己找条活路。以前为了治好霍彦洲的失眠才去学医，现在我要为了离开他而重拾艺术。唉，当年云家帮过我，这忙我一定帮。云初，周一办入职吧。好。妈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是这些年你给我爸妈的钱，还差30万，以后我会补上。过2天他们就会搬走，市中心那套房子也会腾出来还你。不离婚，你就得睡在这张床上。你放开！是不是他的电话？拿给我看！不是要睡吗？继续啊！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说你够了，这段时间我会出去住，你什么时候冷静了我再回来。别哭了，我马上到。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霍彦洲，你回来！喂，霍彦洲，你回来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彦洲，怪我不好，这时候发烧，你太太不会生气吧？她不会。要不要我打电话解释一下？不用，她应该已经睡了。你没事吧？吃完宵夜把药吃了。彦洲，孩子被我妈接走了，外面雨这么大，
你在这里住一晚吧，别折腾了。我是怕你睡眠不够，明天不是还要工作吗？安宁，以后留宿这种话不准再说。以前在医院你照顾我整晚都没事，现在怎么了？那是医院，是公众场合，这里是你的住处，我一个已婚男人留宿，对你名声不好。没关系，你又不是外人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是外人。明天我给你找个保姆和司机，还有，以后尽量躲着云楚，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怎么，后院起火了？我现在没办法跟云楚沟通。谢安宁回来就是冲着你，你不说清楚，云楚早晚得给你。离婚不至于，他爱我，依赖我，更欠我10个亿。他一个全职太太，离了婚根本没法生存。但我可听说他已经闹过离婚了。放心，就算你入土了，你也看不到我和云初离婚那天。安宁为了我顺利继承霍氏，当年被逼出国结婚，我欠她的，所以你就对他余情未了？是责任。他心思单纯，不让我跟云初解释，是怕被云初攻击，怕别人说他上位。他消耗你的金钱、精力和婚姻，这叫心思单纯。霍彦州，你对得起安宁，那云初呢？他做错了什么？没人说他错，我答应让他出去工作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你还真打算不解释？就仗着他爱你，活该承受这些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陆培言，我哥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死丫头，叫哥。我叫你大爷！快让我哥回来，我嫂子出事了！彦州哥哥，别走，别走！他什么时候发烧的？我来的时候，嫂子就躺在院子里的雨地里。哥，你到底怎么气她了？彦州，你这后院不是起火，是着了海啸了。都回去，这里有我。做梦都在喊我的名字。云初，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云初，这是一个妻子对丈夫该有的态度吗？既然我没死，你可以去忙你的。生病了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你昏迷了整整3天。我怕打过去会耽误你偷情。下午我要去出差，婚纱照我让人重挂了。随你，反正这房子我也住不久。云初，闹也要有个限度。出发时间延后2小时，盯着他。是。嫂子，你真要去当医生助理啊？我哥给你的零花钱都够买10个医院了。我不能一辈子当个被豢养的玩物。嘿，你这熊孩子！雨眠，算了，正事要紧。这就是霍太太，长得确实够勾人，怪不得彦州不肯离婚。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姓霍？这根手链是霍彦州亲手设计的，她就是谢安宁。你认识我？路过听到这位小姐叫你，随口问一句。我是霍雨林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哥的朋友，我叫谢安宁。他在外面养着他的白月光，我却连拆穿他的资格都没有，闹开了，难堪的只会是我。谢小姐，这是我嫂子云初，我哥非常爱我嫂子。霍太太真漂亮，你也很不错。谢小姐，司机到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霍小姐，有事吗？谢小姐看打扮就知道身价不菲，是哪家的千金？我想交个朋友。我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，那肯定是豪门媳妇了。哪家的？我也许认识。我还没结婚。没结婚？那5岁的儿子果然是霍彦州的。我最佩服这种不靠男人、不当寄生虫的女人了。我有事先走。嫂子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删他？雨眠，算了，删了他只会让你哥更心疼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打算不要我哥了？是他先不要我的，
如果不弄到那10个亿，我拿什么离开？你不是说要出差1个星期吗？怎么才3天就回来了？你就这么不想我回来？我曾说离了他会死，可我现在还清醒的痛着。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没有谁离不开谁。怎么又开始看艺术了？想上班？我找人给你换个轻松的岗位吧。滨江路那套房子，我爸妈搬走了，密码没改，你收回去吧。我是霍氏继承人，我岳父岳母住拆迁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们不想欠你的。这些年，云家欠我的还少吗？我不想再用你的钱，我想离婚。我想离婚，随时可以，只要你能拿出10个亿。你见到安宁了，对不对？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霍彦州，你以什么立场质问我？我的丈夫还是他的情人。我提醒过你，不准见他，因为他差点出事。所以你不惜放下工作，连夜飞回来，就是担心他出事。安宁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刺激，她还要带孩子，我不希望再有下次。霍彦州，你混蛋！是你背叛了我，你怎么跟堂妹这么关心我？发泄够了吗？不闹了就躺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云初，听说你住芙蓉路，正好顺路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季师兄，我自己开车过来的。季家是医学世家，季玉年纪轻轻就坐拥亿万家产，这样的人才活得像个人样。来照顾谢安宁的吧。云初，吵架归吵架，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。你的白月光还在里面等你，别在我这浪费时间。我来接你下班，一起去看看岳父岳母。又是这一套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再用爸妈来拿捏我，是他最擅长的戏招。燕州，以后别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了。妈，还是搬回市区住吧，这里离云初上班的地方太远。先吃饭吧。你忙你的，晚点我自己回去。没关系，一起走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来。我爸妈不会再要你的钱，拿回去。云初，云初，又是他！只要霍彦州的手机一响，我就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疯子。哥，嫂子，你们一起回来的，和好了？你们聊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你是不是要去见他？把手机给我，你不准去！别闹了，明天还要工作。霍彦州，你要是敢走，我死给你看！雨棉，留下看着他。哥，嫂子这么爱你，你非要逼死他吗？闭嘴！看好他，他出事我拿你试问。把手机给我，不然我死在你面前！把手机给我，不然我死在你面前！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你想死，没人拦得住。死之前想想你父母，你爸一大把岁数还在厂里给人打工，你妈才刚出院，你弟明年还要高考。如果你死了，除了你的亲人，你威胁不到任何人。睡一觉就没事了。
我今晚不回来，守着他，别乱说话。陆培野，带我去找谢安宁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哪知道那女人的住址？我要是被撞死，就跟我爸妈说是你推的我。小祖宗，我带你去，我这就带你去。霍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会过来？这就是我哥给你圈的金丝龙。霍小姐，我跟你哥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大几十万的新款，谢小姐赚的还是花我哥钱买的，是燕州送的。这就是你说的过去式，半夜三更发个不停，你缺男人就直说。霍小姐，男女之间也有纯友谊，请你口下留德。雨棉，他会施法，你小心点儿。你想走歪路找别的男人可以，但我哥不行。6年前进不了霍家大门，现在带着孩子也别想。这位小姐说话真难听，霍先生对谢小姐宝贝的紧，让她知道你们在这儿撒野，你们在京市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既然花我哥的钱，这里的东西就由我嫂子一半，我帮她拿回来。谢小姐，背后捅刀就不地道了。事情闹大了，得赶紧告诉燕州，还有云楚。如果你死了，除了你的亲人，你威胁不到任何人，包括我。被爱的人才有资格任性。云家落魄前后，我心里都只有他，我真的很不争气。屏蔽掉这一切，我得活下去。雨棉，雨棉，是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霍雨棉，是不是你嫂子教唆你去找安宁麻烦的？我嫂子才没那么无聊，是我自己看不惯那个狐狸精。去给安宁道歉！你先给我嫂子道歉，我就给她道歉。霍雨棉，你要是不道歉，明天就给我滚出国待着！你敢送我走，我就把你出轨的事儿捅到所有人面前。如果我跟你嫂子真离了，全被你所赐。燕州，燕州，雨棉是替你太太出气，你太太现在一定恨死我了。如果昨天找我的是她，她肯定会杀了我的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把你们娘俩怎么样。我真的怕，6年前你爷爷能断送我们的幸福，现在如果你太太把孩子的身世说出去，京师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吗？安宁，你放心，孩子的身世绝对不会公开，我会负责到底。我想去跟他们道个歉。受伤的是你，该道歉的是他们。食堂饭菜没胃口，我带你去餐厅。云初，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吗？你想聊什么？安宁进医院了，雨棉打的。如果要报警，抓我好了，事儿是我惹的。报警不至于，你去给安宁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结了。霍彦州，你还是弄死我吧。雨棉去找安宁麻烦，难道不是你让他去的？是我让霍雨棉去的，那又怎样？既然承认了，就去给谢宁明道个歉。霍彦州，你还没跟我离婚，只要这婚一天不离，你跟你的白月光就是过错方，你们的儿子就是私生子。你让我一个正妻去给小三儿道歉。云初，说话不要这么难听。安宁她不是小三。对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。在你眼里，我云初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安宁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你道个歉让她安心。既然你这么爱她，为什么不离婚娶她？我成全你们。我暂时还没有换掉霍太太的打算。暂时？好，道歉可以。我要召开记者发布会公开道歉。霍总敢吗？云初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我现在就当着全医院同事的面去道歉。我就说，我这个霍太太因为嫉妒，把小三打进医院，现在被亲老公逼着来下跪。云初，别一点就炸。道歉的事晚点再说，
我去给你买吃的，你好好冷静。他不是在顾及我，他是在维护谢安宁的名声。云医生，能耽误你几分钟吗？谢小姐有话直说。我是特意赶着过来道歉的。我知道雨眠找我麻烦是为了你，这件事说到底都是因我而起。我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不愉快了。我是真的很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在京市，你交了霍彦州一个朋友，就抵得过成千上万个，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。我们走吧。云医生，你真的误会我跟燕州了，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。放手。安宁，你怎么样？燕州，我只是想跟云医生道歉，没想到他……亏你还是医生，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怎么能推他？霍彦州，是你的女人自己犯贱，非要凑过来，我推她都是轻的，我该一巴掌甩在她脸上，教她什么是大小王。燕州，我腿好疼，带我回病房。云初，刚才那2个人是情侣吗？怎么对你这个态度？他们是夫妻。他们是夫妻。燕州，燕州，先回病房。我先声明，我只阐述事实，不站队。那天晚上是谢安宁亲口说回国是为了你，他那个保姆比雨眠还嚣张，甚至威胁要让你把雨眠赶出京师。雨眠才是你亲妹妹，当年如果不是长辈阻挠，我会娶安宁。6年了，人会变的。谢安宁说是为了你才受苦，你找老爷子求证过吗？我了解爷爷，他干得出那种事。我不想让安宁再受伤害。那你还真打算当接盘侠，给那孩子当后爹？云初自杀你都不为所动，你还没发现吗？现在的云初已经不是那个骄傲自负的云家大小姐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收款码，结清了，明天起你不用来了。霍先生，我哪儿做的不好，我一定改。你不适合这份工作，收拾东西走。燕州，你太太闹成这样，又当众说我们是夫妻，真的不用我去解释吗？不用。明天你别来照顾我了，让护工来吧，免得你太太看到又跟你吵。安宁，房子的事我会处理，这几天你安心住医院。还有一件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私自去见云初。我只是想道歉，没想别的。道歉也不行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再也不出现在他面前。8点多了，昨天照顾谢安宁到这么晚，今天连公司都不去了。你跟我闹自杀那天晚上，我去拍卖会拍的，全球孤品，唯一的。那天晚上你不是去见谢安宁母子，是去拍手链。今天我不去公司了，一会儿陪你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。我不缺，你缺什么自己买。你看看我们现在还有半点夫妻的样子吗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你手机一眼。云初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这样？霍彦州，我们确实不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当年我不那么任性，非要嫁给你，
或许现在大家都不痛。只要你信任我，我保证我们的婚姻不会有分岔口。霍彦舟，你不值得我信任。放我下来！我去冲个澡。妈打来电话，让我们晚上回老宅一趟。他宁愿对着手机也不跟我说话，是为了谢安宁吧？爷爷生气了，你们小心点。云初，堂堂霍家儿媳去当个助理，你让外人的脸往哪搁？爸，工作是我让云初去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？马上辞了，想工作就进霍氏当个摆设。摆设？原来你们都一样，只把我当件家具。爷爷，我的婚姻生活情过亲们不要干涉。反了你，拿家法！家法伺候。爸，年轻人想上进是好事。你给我住口！妇道人家懂什么？给我打，打到他低头为止。别打了，他要出人命了。爷爷想让我辞职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如果爷爷能同意让我跟霍彦舟离婚，我就……什么？云初，在家里怎么闹都行，在长辈面前，你给我收敛点。云初，我给你1星期时间从医院辞职，否则我亲自给你们院长打电话。我欠霍彦舟的债，但他拥有的一切都是霍家给的，不代表我也欠你们的。为什么要在爷爷面前提离婚？我想成全你们一家3口。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，也随你。但我要提醒你，离不离婚，你说了不算。痛，忍着。少爷、少夫人，这是夫人专门吩咐厨房熬的补汤，请趁热喝。我没胃口。妈的心意，喝了吧。霍彦舟，快起来，送我去医院。汤里有东西。云初，别躲我。竟然折腾了一整夜，他跟谢安宁连孩子都有了。我绝不能让自己怀上他的孩子。嫂子，你可下来了！我哥又被爷爷叫进书房了。你山叔一早就来了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彦舟进去快1个小时了。妈，雨眠，别急，我过去看看。少奶奶，老爷子吩咐任何人不准靠近，让开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我想开除你们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我要娶的人是安宁，不是他云初。当年要不是你们从中作梗，我跟安宁早就在一起了。是你们亲手毁了安宁，亲手毁了我的幸福。原来他隐忍这么久，只是为了这一句。他爱谢安宁，想娶的从来都只有谢安宁。我们霍家不养废物，云初要么去霍氏，要么赶紧生个孩子在家待着。他生不生孩子，是我和他夫妻之间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6年前我能让谢安宁消失，6年后，我也能让那对母子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爷爷，你别逼我，我不能让一个外面的孩子毁了霍氏。那个孩子是我的。混账！爸，当年你不是也在外面有私生子吗？你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只要你能证明那是你的种，我就放过他们。我会尽快把亲子鉴定送来。如果他们出事，我会拿整个霍家陪葬。那我这3年到底算什么？云初，我们先回家。
云初，你干什么？爷爷、爸，我求你们成全燕州哥哥和谢安宁，让我们离婚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欠霍家的10个亿我会还，我打欠条，求你们让他幸福吧。你真心想离？离了婚我净身出户，我公开承认是我出轨，绝不坏霍家名声。云初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燕州哥哥，离婚了，你们一家3口就能正大光明在一起，我保证走得远远的，绝不打扰。爸，让他们离婚吧。这是我的婚姻。云初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霍彦州，算我求你了，如果不离婚我会死的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爱着谢安宁，你是因为赌气才娶了我。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把幸福还给你，我求你看在我喜欢了你20多年的份上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跟你回去，霍彦州，你放开我，我要离婚，放我下来。这是怎么了，燕州？妈，我们先回去。你去见一下姓谢的女人，不管孩子是不是燕州的，她绝对不能跟云初离婚。爸，云家早垮了，还要云初有什么用？不如让燕州重新找个联姻对象。那个姓谢的上不了台面，留着云初是给燕州当挡箭牌，阻止那对母子进门。爸，这样对云初太不公平了。一个落魄千金能嫁进霍家是她的福气，谈什么公平？云初受过顶级教育，能撑起霍家的门面。在解决那对母女前，她必须留在霍家。我要去洗手间，靠边停车。停车。你放心，为了我爸妈，我也不会想不开。给我拿事后紧急避孕药。小姐，你脸色很难看，需要帮你报警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放手！霍彦州，你把药给我！你就这么不想跟我要孩子了？霍彦州，你别假惺惺了。你爱的人是谢安宁，连儿子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演戏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你说要娶的人是他，不是我，是我听错了吗？你说爷爷拆散了你们，你不幸福也是我听错了吗？你要对那对母女负责到底，甚至不惜拿婚事威胁爷爷。霍彦州，我不要这样的婚姻，我不要你了。云初，忘掉你今天在书房门口听到的一切。给我下来！我约了客户，现在失约了，你先别闹，我回个电话。想让我不闹，就给我把避孕药买来。就算有安宁母子，也不会影响你的地位，更不会影响我们的婚姻。他们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你会错过3周年纪念日吗？你会守在别人病床前当丈夫吗？你会当着同事的面让我难堪吗？云初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他们只是责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霍彦州，人的心只有那么大，你既然要负责到底，就放过我吧。爱你太窒息了，我真的会死掉。其实早在3年前我就清楚明白，你当初娶我从来都不是因为深爱。我让雨眠过来陪你，我出去一趟。从头到尾都是我一厢情愿、痴心妄想，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。再喝有什么用？等亲子鉴定结果一出来，假也成真了，到时候谢安宁母子要免份，看你怎么办。我若是不护着他们，老爷子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安宁为我毁了一辈子，这是我欠他的。补偿的方式有很多，你偏偏选了最渣的一种。你要当这个便宜后爹，就离了婚再去当，别祸害云初。这婚我绝不会离。兄弟，云初把你当救赎，你却把他往地狱推，这样下去，他早晚会离开你的。他爱了我20多年，绝对舍不得离开我的。他舍不得你什么？舍不得你陪白月光撒谎，舍不得你纪念日送一模一样的礼物，还是舍不得你拿夫妻财产养外史？云初都闹成那样了，你还去见谢安宁？他下午出院，我得去一趟。笑不出来就别硬笑，愁死你！你听哥的，
能干过咱就干，干不过咱就离。嫂子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就算离了婚，我也不会让那对母子进霍家门。叶哥，你能不能先借我10个亿？离什么婚得要10个亿？云家破产的债是他还的，我爸妈和我弟也是他在养，这是我欠霍彦州的。怪不得彦州这么笃定云初离不了，原来是在用钱拿捏的。云初，这笔钱……我开玩笑的，钱的事儿我自己会想办法。我知道霍彦州的脾气，不会让你们因为我跟他翻脸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。市区新开了一家法餐，哥带你们去散散心。刚吃的菜有点咸，我去买2瓶喝的去。正好我也有要买的东西，我们也去吧。嫂子，你等下，我挑个姨妈巾。安宁，你平时用哪个牌子？算了，我都给你带一点吧。燕州，能帮我买一盒卫生棉吗？这种事你自己网购，别麻烦我。原来他急匆匆出门，是来给谢安宁买这种东西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云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云初，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你想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救命！救救我！哥，你快走！嫂子不想看见你。彦州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云初，我们谈谈。你放开我嫂子！我知道错了，彦州，你先放开他！云初。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好好陪着你嫂子。彦州，你他妈到底在搞什么？刚在老宅承认关系，转头就去给谢宁安买卫生巾，全世界就他一个人来大姨妈，你重视成这样？我走到半路，他打电话说急用，我随口就答应了。你对他什么都随口答应，那为什么要跟云初斤斤计较？是不是还拿钱逼他了？为了跟你离婚，云初都开口问我借10个亿了。如果不是被你逼急了，他会找我开口吗？婚姻是坟墓，它不仅埋葬了我的青春，也埋葬了我的尊严。霍彦州，你的心乱了，人也脏了，就算我再爱，我也不要了。喂，爸，我想回家。妈，嫂子要回娘家。嫂子，你是不是后悔嫁给我哥了？我是后悔了，也确确实实无法面对现在的结局。哥，嫂子刚给家里打电话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夫妻间的事可以商量着解决，没必要让长辈们担心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我女儿受伤了，过来看看。是我没把云初照顾好。好好的，怎么受伤了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跟妈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受伤的？妈，我没事儿，逛超市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破了皮。妈，我想回家了。回去住几天也行，过段时间我去接你。亲家，孩子我们就先带回去了。云初，我让司机送你们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卫生巾还买吗？要买我现在送你去商场。你看，你不去送，谢安宁也没流血流到大街上。云初居然让他父母来接他，
他是认真的，他要把一切都捅开了。妈，我打算跟霍彦州分居。小初，说实话，是不是他外面有人了？他的初恋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儿子。小初，云家再穷，也不受这种窝囊气儿。离，必须离！他答应了，但他说云家要还他10个亿。这是许家的传家宝，传了4代。当年云家破产，我没舍得卖，就想给你留个保障。这东西值10个亿，拿去卖了，把钱还给他。妈支持你离婚。妈，女儿知道错了。傻孩子，快起来！这些年我为了他放弃理想，放弃工作，却忘了给自己留条退路，甚至还要动用母亲的传家宝。我有生之年一定会把这套珠宝赎回来，我要尽快把它卖掉。我要跟霍彦州彻底离婚。爸妈，小川不见了，他肯定是听到我们刚才说10个亿的事儿了。这臭小子脾气最倔，千万别去霍家捅娄子啊！走，去市区婚房。小川，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小川，这头咱不能报，冷静点儿。我姐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背叛她？别碰我！我不稀罕你这种姐夫，就算卖血我也把钱还你，让我姐跟你离婚。小川，这辈子你的姐夫就我一个，我不会跟你姐离婚。胡彦州，你混蛋，放开他！小川，没事吧？姐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帮你教训他。云初，霍彦州，这段时间我会住回爸妈家，我会尽快筹钱还你。有什么离婚要求，你想好告诉我，我配合。我们走吧。云初说话这么有底气，他是不是弄到钱了？他妈手里有一套价值10几个亿的传家珠宝。那你还不解释，非要闹到离婚？当年爷爷逼安宁出国，断我所有念想。安宁为了我的继承权隐忍6年。如果我不认那个孩子，以爷爷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母子。只有承认孩子是我的，爷爷才会收手，给他们一条活路。那谢安宁就不肯走，非要赖在这儿一起耗着。他在国外受了太多苦，对我爷爷有恐惧，我能理解他。那你就准备跟云初离婚？我不会离婚的。他喜欢了我20多年，嫁给我3年，他只是一时生气，他根本离不开我，我绝不会让他离开。云初，是不是莫老给你的压力太大了？看你脸色很差。还好，可能是没休息好。季师兄，你人脉广，认不认识靠谱的拍卖行？你要买还是卖？我有一套珠宝想估价，如果合适，我想尽快出手。正好，我认识荣利国际的一位鉴定专家，下班带你过去引荐。太好了，谢谢师兄。我订了你最喜欢的餐厅，吃完饭我送你回爸妈家。霍彦州，饭吃到一半抛下我去见白月光的戏码，我体验过一次，终生难忘。云初，你听我说。霍彦州，我们结束了，开车吧。彦州，要不我去跟太太解释吧，女人之间好说话。不用，你不了解他的脾气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死也不会回来打扰你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你理解我的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，你是受害者，我太太也是受害者。这件事儿是我欠你的，但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出现在我太太面前。我听你安排。那能不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你名下，方便他上学？安宁，我虽有愧，但我不是没有底线。底线？你为了我抛下他1个月，说明你对我余情未了。只要我不放弃，霍太太的位置迟早是我的。
准备的真周全。谢燕慈、燕州安宁，你们的名字写进孩子的名字里。这是云初的眼泪。盯着太太这几天的行程，尤其是各大珠宝拍卖行，随时汇报。云初，你是一点信任都不肯给我。你既然不敢跟他解释这张亲子鉴定是假的，更不敢不管谢安宁母子，来了又能怎样？他只是一时在气头上，他离不开我。你觉得等他冷静下来，能容忍你和谢安宁一家三口这种现状？我会解释，但不是现在。燕慈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如果你们再敢动他们母子，我就立刻把孩子上在我的户口本上，接回霍家，公开名分。你疯了！你把云初放哪儿了？这是丑闻！我会把他们养在外面，一辈子不公开身份，但我绝不离婚，也绝不准任何人动他们。如果不给名分，那对母子我可以不管，但你要怎么稳住云初？云初很善良，只要我不离婚，他会接受的。妈，那套珠宝值10几个亿，还了霍彦洲的钱，剩下的足够小川读完高中。妈，我以前为了他放弃专业，放弃工作，我一心为他，却没落得好下场。从今以后，我对爱情和婚姻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。我只要你和爸过上好日子。燕州，昨天医生说我的抑郁症有复发倾向，我下午来做个检查。你还没吃午饭吧？要不我们去大学附近那家餐厅，我好多年没去了，挺想念的。改天吧，我下午还有事儿。这段时间我的出现确实让他乱了阵脚，但他承诺过会对我负责。只要9月份孩子入读京市名校定居下来，我就有更多借口找他。我不信云初能一直忍下去。请问是谢安宁小姐吗？这位先生，我们认识吗？我姓秦，是霍家的管家。夫人在对面的咖啡厅，想跟谢小姐见一面。谢谢秦叔，麻烦请带路。是。一定是燕州把亲子鉴定给长辈看了。温曼这个老女人，当年连见都不见我，现在终于坐不住了，是想见孙子，还是想讨好我？阿姨你好，我叫谢安宁。坐吧。请。啊。瞧我这记性，谢小姐是学舞蹈的，应该看不懂德文。我只是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，确实不懂，麻烦帮我点杯果汁。小姐，我们店里果汁是免费的，请问要哪种？都不用了，给我一杯清水就行。好的。虽然那个孩子是燕州的，但我们霍家不认。阿姨，我和燕州真心相爱，现在也有了孩子，您为什么就不肯成全我们？因为你不配。为什么？这张德语菜单是专门过滤客户用的。谢小姐，做人不能既要又要。当年你从老爷子那里拿走6000万出国，就已经失去了做我霍家媳妇的资格。我当时是为了燕州的前途，怕他被净身出户。这些话留着骗燕州吧。如果我儿子儿媳不离婚，我们可以容忍你们的存在，但如果因为你导致他们离婚，我温曼第一个拿你开刀。阿姨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何苦为难我？再说我跟燕州已经有了孩子，你如果动我们，燕州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倒很想看看我的亲生儿子会不会为了你
把我这个亲妈怎么样？妈，你为什么私下去找谢安宁？他还跟你告了什么状？哥，那个谢安宁是不是又找你哭哭啼啼了？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再插手了？把你的耳朵洗洗干净，听完里面的内容再跟我说话。当年你帮云家还的债，我替小初还了，这是我的嫁妆钱，跟霍家没关系。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放过小初。妈，哪有亲妈支持儿子离婚的？从谢安宁回来开始，你做的桩桩件件，不都是在逼嫂子让位吗？原来等待回消息的感觉竟然这么煎熬。燕州，孩子半夜发烧，诊所不敢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安宁，你别急，我马上过去。燕州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太太又误会了。好。录音笔呢？明明带出来了。安宁都急哭了，不可能是他拿的，应该是路上弄丢了。你好，云初在哪儿？云初医生吗？他去海城交流学习了，下周才回来。去海城出差，他分明是去找那个女人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过来出差，听说你在这里，打个招呼。这地方怎么住人？楼上我订了套房，跟我上去住。霍总，抽空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别扯这些有的没的。这里不方便，跟我上去，我们好好聊聊。除了离婚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我约了乔伊，他就在楼上。乔伊这么疼你，你就不想见他吗？可惜了，要是现在能有个宝宝叫我乔奶奶，我更开心。等我跟云初有了宝宝，一定第一时间跟乔伊说。你们都结婚3年了，也该要个孩子了。乔伊说的是，我努力。乔伊，你下次巡演回京市一定要告诉我。放心，到时候一定去你们家住几天。云初，我们需要好好沟通一下。你放开我！你是自己走，还是我抱你走？我不是在闹脾气，我是真的要跟你分开。那10个亿，1个月内我会还清。你卖了你妈留下的那套帝王绿珠宝，那是我的事，跟你无关。那是你妈的心血，你怎么能为了离婚卖掉它？如果不卖，你会跟我离婚吗？只要能离婚，我爸妈宁愿卖血卖肾。云初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不离婚？晚了，一想到你跟那个女人连儿子都有了，我就无法承受。只要你接受安宁母子，我把所有财产都过户给你，我赔他们一笔钱，以后绝不再私下花钱，我保证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霍彦州，我嫌脏。一想到你跟他们，我想吐。我的太太只有你一个，我绝不离婚。云初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燕州，再听吧，孩子又发烧了，闹得好厉害，我实在哄不了，你能不能过来？安宁，你别哭，慢慢说。认识你20多年，从来没觉得你这么恶心。燕州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跟太太在一起，不用过来了，我自己解决。我一早退房回京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专心拿钱离婚，以后一定要把妈妈的珠宝赎回来。云小姐，您母亲的那套珠宝估价出来了，起拍底价建议在15亿，就报15亿，委托荣利投降进行拍卖。15亿足够还债，也足够给爸妈和弟弟安稳的生活。终于要结束了。霍太太，实在对不住，上面压力太大，霍老先生亲自打了电话，要不您先辞职吧。不用为难，我这就走。云初，燕州，你太太可能不想看到我们，
燕慈还烧着，你先把我们送上去，再找他解释好吗？不舒服就叫医生，我还有事儿。居然不想离婚，还想让他生孩子，我绝不能等，一定要让那个女人主动滚出霍家。云初，我没事，就是突然想到小时候，以前我总是不停地奔向你，不管你怎么骂我，我都觉得幸福。云初，安宁的事我不解释，但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冷静，别这么仓促的离婚。霍彦舟，刚发现你出轨时，我确实不冷静，我想过死。可每一次我痛不欲生时，你都觉得我在作，觉得我任性。还记得蜜月回来那天，你在老宅跟你父亲说的话吗？我记得。你说云家破产出手，可以名利双收。云初，别说了。你说你娶我是权衡利弊，退而求其次，是迫不得已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任性了，在霍家察言观色，生怕你不要我。霍彦舟，我早就不是那个骄傲跋扈的云家大小姐，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吗？是3年无爱的婚姻杀死了我，我不怪你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云初，这段时间之前我确实在照顾安宁母子，但我没有碰过她。可你们有一个儿子，这是永远抹不掉的事实。彦舟哥哥，你心爱的女人回来了，也有了孩子，我也筹到了钱，咱们好聚好散，把婚离了，行吗？离婚是不可能的，你可以继续住在爸妈家，直到问题解决。我没法跟你耗下去了，你爷爷一个电话就让我丢了工作，我只想离你们霍家远远的。只要不离婚，我保证没人能动你的工作，我把财产全部过户给你，写遗嘱都行。我可以不要钱，不要工作，但我必须离婚。既然谈不拢，那就没必要谈了。怎么可能？爸妈，珠宝流拍了，底价并不高，怎么会流拍？会不会是有人暗中阻止，不让客户竞拍？我去找他。就算是他做的，你找他又能怎么样？我听说你要辞职了，云初，如果你愿意来我家的帝京私人医院，我可以保证没人能打扰你。谢谢季师兄，我会考虑的。另外，珠宝流拍的事，你去拜访一下这位赵国栋先生，他是资深专家，人脉广，或许能帮上忙。云医生，好巧啊！谢小姐，请称呼我霍太太。有些话我不瞒你，虽然我离开燕州6年，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断过。既然没断，他娶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，我跟燕州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燕州很爱我跟我们的孩子。我知道他娶你是被霍家长辈逼的，他结婚就当在完成一项工作，他有很多迫不得已，我理解他。既然理解，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？你真的想过吗？燕州求我说，他受不了跟我们娘俩两地分居，是他求我带儿子回国的。燕州说他给不了你爱情，也给不了你孩子，只能给你霍太太的位置。他不离婚只是可怜你，怕闹太僵大家都不好看。谢小姐不用太心急，他这么爱你，早晚会给你名分。云初，你只是横在我们之间的第三者。我回国那晚就跟他睡在一起了，他说这些年跟你上床时，心里想的都是我。云初，安宁，云初，我警告过你不要找安宁的麻烦。如果你眼睛瞎了就去看医生，我有没有找他麻烦天知地知。燕州，我腿好疼，你送我上楼好不好？燕州，我好害怕。你太太说这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让我滚出去，还说要让燕慈当一辈子私生子，她威胁要让我们母子彻底消失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京师就有你们的立足之地。原来他变卖珠宝闹离婚，
都是在试探我的底线，他根本舍不得。我给你5分钟，不下来，我就上去找你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快说！既然要离婚，为什么又去折磨安宁？只要你签字，我保证不去找他。如果我不离呢？那我对那对母子做什么，都是我的权利。安宁母子背后有我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但是云初，你父母只是普通人，他们背后有谁？你吗？你居然为了他威胁我爸妈！我最后提醒你一遍，不准再找安宁麻烦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明天去 M 国出差1周，等我回来，希望你已经主动办回婚房，拎清楚自己的位置。凭什么？背叛婚姻的人是你，凭什么要我忍受这一切？因为你是霍太太，你不忍也得忍。我不要当你的霍太太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离婚！没有我点头，整个京市没有拍卖商会动你的珠宝，也没有医院敢雇你。这个婚，你离不起。我曾发誓，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放弃。现在，我后悔了。有没有可能离婚就是他的真心话？是你太自信了。他今天还去找安宁麻烦，又是骂小三儿，又是逼搬家，他根本就不想。那你就把谢安宁一起带去出差，省得他们掐。这周我不在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我怕他去找我爷爷理论。行，我帮你盯着。季师兄，珠宝卖了，15亿到账，对方同意我想赎回时的优先权。恭喜！那工作的事儿考虑好了吗？我想去季家在 T 国的那个分院，3天后就出发。妈，珠宝卖了，这卡里有5亿，你们留着，剩下的10亿我要拿去还给霍彦中，跟他断干净。小初，爸妈，我打算出国进修一段时间，过几天就走。去吧，想干什么就去，别担心我们。姐，你出国是不是因为姐夫？是为了我自己，跟他霍彦中没半点关系。小初，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彦中又欺负你了？妈，他出差了，没欺负我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打算跟我哥离婚了？吃饭吧，先不聊了，我们吃饭。既然不属于我，那就全部拆掉。霍太太，你叫我们过来到底想干什么？谢小姐，我成全你和霍彦中。你真的舍得？我爱了他20多年，可他亲口告诉我，娶我是迫不得已，是退而求其次。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是拥有你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我劝过他的，可是他实在太想我了。不用解释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你们有孩子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这房子我拆了，但我约了装修公司，装修费我出，风格你定，当是给你们的新婚贺礼。谢谢你，云初，谢谢你成全我。这套房子的户主以后就是你了。2楼清出了儿童房，是送给孩子的。燕慈，快谢谢云姨。谢谢云姨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难怪他会当命令。以前他为了哄我，抱我去买这个小熊，现在都烧了吧。这卡里有10个亿，还有离婚协议。等他领证那天，我会告诉他密码。既然不爱了，这戒指也没意义了，能不能也把它还给我？我把燕州哥哥还给你了。谢谢。先别告诉他，等3天后他出差回来，你们娘俩搬进来，直接给他一个惊喜。爱了霍彦州这么多年，想连根拔起真难，但这段婚姻确实没意义了。嫂子，你把婚房重新装修了，我在门口看到装修公司在运料子。
你去找我了？对啊，正要找你呢。是打算动一动。谢安宁还算聪明，没在霍彦州回来前露面。确定委托人姓云？没家主签字，我们进不来的。不行，我得给你哥打个电话。允初把你们住了3年的婚房拆了重装，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他应该是想通了，准备搬回来住。你确定？房子随他折腾。听说家里重新装修了，主卧和书房我没动，那里有你的贵重物品。工作先放放，别去找爷爷，等我回来。不用，我已经辞职了。辞了也好，回来我把副卡给你。等你回来再说，我妈叫我吃饭，挂了。他终于开始关注我的财产了。谢安宁的出现果然让他有了危机感。云小姐，听说你4点多的航班，我特意来送送。我希望你这次出国永远别再回来。谢安宁，我跟霍彦州还没领证离婚呢，我想去哪儿回不回来，你无权过问。有本事让霍彦州把婚离了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。少爷，老爷子让您先回老宅一趟。先回家。霍总，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，实在是对方家长不依不饶。身上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？不用你管。霍总，是云川同学先动的手，他又不肯道歉，为什么不解释？总裁要是反应慢点，明天就得顶着熊猫眼开董事会了。我让你学跆拳道是让你自保，不是惹是生非。你跟别人生孩子，惹我姐伤心。你不是我姐夫。只要你姐没离婚，我就是你姐夫。跟我回家，让你姐亲自告诉你。姓霍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了。喂，燕州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做了晚餐。不用麻烦，我太太在家等我。这段时间他虽然没主动联系，但装修房子的举动说明他想复合。燕慈，想不想让燕州叔叔当你爸爸？想。一会儿他回来，你就叫他爸爸。只要他答应，以后你就有爸爸了。云初以前最讨厌这种风格，看来他是故意装修成这样来气我的。云初，我回来了。燕州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爸爸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燕州，你别这样。抱歉，是我不小心。告诉我，他人呢？是云小姐，是霍太太让我们搬过来住的。她说她会跟你离婚成全我们，还主动联系装修公司，把这房子装成我们一家3口住的样子。爸爸，云姨可好了，还给我准备了儿童房。燕慈，我不是你爸爸。安宁，我永远不可能是燕慈的父亲。这间琴房里的2把小提琴呢？被霍太太烧了。不单是琴，霍太太那天烧了很多东西，就在楼下花园。那是18岁送他的礼物。燕州哥哥，我的礼物呢？以后我只拉琴给你听。他为了我学医放弃小提琴，现在他连这点念想都少了。过来，送他们回去。燕州，太晚了，孩子也累了。这里是我和太太的婚房，你们待在这里不合适。霍太太为了离婚做到这步，你还要坚持吗？当初照顾你们母子是我冲昏了头，但我从没想过离婚。他只是在跟我闹脾气，他拿不出10个亿，离不了婚。
霍太太说卡里有10个亿，哪天去领离婚证，她哪天告诉你密码。司机马上到，你去收拾东西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承认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？安宁，6年前我们就结束了。我知道你家里看不上我，我可以不要名分，但我受不了你对我说这么绝情的话。我不离婚是我不想离，我太太娇生惯养，受不得委屈。她离家出走也好，闹离婚也罢，都是我们夫妻间的事。你马上带燕慈走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我不走，这是你太太亲手让给我的。你为了我能撒谎出差1个月，你为了我能亲自去商场买卫生棉，你当初亲口说娶她是迫不得已，你还不承认你爱的是我吗？这些话都是她告诉你的。如果不是她亲口跟我说，我怎么会知道的这么细？安宁，我伪造亲子鉴定保护你，我不向他解释，我忽略他照顾你，这些都是补偿。我可以给你们娘俩任何东西，但绝不会牺牲我的婚姻。霍元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霍元成，你太太已经不要你了！你住口！他有洁癖，他最讨厌别人碰他的东西，他怎么能把这个送人？给他收拾东西，马上送走。霍元中，他已经走了，你找不到他的。云初，你这次闹得太过分了，婚房让给人，婚戒也送人，我一定要找你好好谈谈。下楼，我们在下面谈谈。爸妈，我找云初说点事儿。小初出国进修了，他不在。出国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进屋说吧。燕州，喝水。燕州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小初脾气不好，配不上你。既然你有了喜欢的人，孩子就不耽误你了。哎，离了吧。爸妈，我从没想过要离婚。10个亿我们已经凑齐给你了，你就看在他打小就喜欢你的份上，别再折磨他了。妈，告诉我他去了哪个国家，地址在哪儿？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以前每次来，他们都会忙前忙后照顾我，把我当亲生儿子。高明，查运出这几天的行程，我要知道他在哪儿。谢安宁母子已经走了，我说你至于吗？云初是为了跟你离婚，把祖传珠宝都卖了，婚戒也送人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在跟我赌气，在逼我做选择。他把谢安宁请进婚房，那是想通了要成全你，他不是在赌气，是真不想要你了。霍总，查到了，太太在您回国前一天去了 T 国，入职了季家的私人医院。季家的医院？哪个季家？城西季家，引荐人是季家三少季玉。霍总，老爷子差管家过来，让您今天务必回老宅一趟。订今晚去 T 国的航班。燕州，昨天我不该答应搬进婚房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去找霍太太解释，一定把她劝回来。安宁，如果你真心不想我离婚，最该做的是避嫌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单纯了，没看出她是故意的，我不去惹她生气了。我太太的脾气我很了解，你调理好身体，过完暑假我会给燕慈联系学校。小初呢？她出国散心了。3天后是红玉老夫人寿宴，老夫人点名要见她，散什么心？立刻让她回国！堂堂总裁夫人去医院当个小助理，像什么话？我是为了你们好才让人辞了她。我嫂子不会回来了，她把家都让给谢安宁母子了。我哥出轨有了孩子，张口问嫂子要10个亿，嫂子卖了祖传珠宝，把婚房让给那对母子，她是被我哥逼出国的。雨眠，闭嘴！混账！为了外面的女人，把家搞得乌烟瘴气。燕州，我警告过你，如果那丫头因为那对母子离了婚，我绝不放过他们。我订了今晚的航班，明天就把她带回来。
这个时间他应该还没睡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差给你带的礼物，我帮你带上。霍彦舟，3年夫妻走到这一步，你就没必要在我面前演了。云初，我跟安宁之间真的不是你想的。那是哪样？你撒谎出差1个月不回家，在外面给他准备游艇、鲜花、蓝莓蛋糕，甚至还发朋友圈公开示爱，难道这些都是假的？我承认，为了他们母子，我对你撒了谎。那条消息确实在我的朋友圈停留过，但只有1分钟。哪怕只有1分钟，也是真实存在过的。我跟你做了3年夫妻，你给我的还没谢安宁回来这几个月都得到的多。彦舟哥哥，看在我喜欢了你20多年的份上，我们好聚好散行吗？我已经让他们搬走了，以后我会尽量保持距离。云初，别跟我赌气了，跟我回家。你必须要对他们负责，他们能带给你幸福。离婚，让你一家3口团圆才是最好的结局。我照顾他们是因为旧情和病痛，我隐瞒你是怕你乱想。云初，从他回国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他，以后也不会有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爱过我吗？哪怕只有1分钟。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云初，你到底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？你知道我要离婚。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后悔了，不行吗？你根本不爱我，放我走不好吗？云初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只要你能容忍安宁母子的存在，霍太太的位置是你的，我所有的财产也可以过户给你。云初，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爱情，现实一点难道不好吗？霍彦舟，这3年你施舍给云家的每1分钱都记在账上，这才是你所谓的现实。你对我残忍薄情，却能给他们所有的爱，你怎么能这么虚伪？ 1个星期没见了，先不谈这些好吗？我卖掉姥姥给的传家宝，就是为了离婚。霍彦舟，这就是我的决心啊！结婚3年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。在你为谢安宁撒谎骗我那一刻起，信任就死了。你该不会想住在这里吧？去找你的白月光，别弄脏我的床。是现在休息，还是被我扛上直升机？你自己选。霍彦舟，你敢硬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别闹了，让我睡会儿。醒了就抓紧走。红玉老夫人后天80寿宴，她点名要见你，必须跟我回去。我得上班，没空。你回国，我给你安排医院，保证爷爷不再插手。霍彦舟，我不会再让你拿捏我。云初，我给你台阶，你最好下，别任性过头。你不用给我台阶，以后只要有你霍彦舟的路，我都不走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还没走？留在这儿进修可以，但离婚不行。云初，不要！云初，那是我们的婚戒。我希望你跟这枚戒指一样，永远消失在我面前。你是认真的？我们夫妻3年，我只想好聚好散，我不是在胡闹，我是真的要离婚。就算要离，也得先跟我回国再说。你一个人待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你逼我回国，不过是怕你爷爷迁怒谢安宁母子。霍彦舟，你少在我面前假惺惺，你没资格利用我。你别听雨明胡说，这都是你逼的。云初，别过来！霍彦舟，我不爱你了，我嫌你脏，你听懂了吗？是不是非要看着我从这里跳下去，你才可以信我要离婚？不信，我相信你，你别冲动。那你现在就走，就把协议签了。好，我签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掉下去怎么办？如果不能离婚，我宁愿去死。
霍总，直升机准备好了，您什么时候动身？走吧。云初呢？为什么没一起回来？他在进修，暂时回不来。邢管家，跑一趟云家，让云家父母管教管教他。爸，他是为了学业。燕州，小初是不是坚持要离婚？我们很好，昨天我还住在他的公寓，你们别多想。你撒谎！我嫂子说了，就算死也不跟我哥过了。一个落魄千金还反了天了。既然云初想离，你就跟他离。爸，我不离。为什么不离？非要等着云初跟你打离婚官司，闹得全城皆知吗？为什么你们都盼着我离婚？燕州，你是霍家继承人，代表的是霍氏的未来，以防出轨丑闻曝光，尽快把婚离了，把那对母子安顿好。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，你们不要插手。哼，娶妻不贤毁三代，那个姓谢的女人上不了台面，就算燕州离了，也绝不准那对母子进霍家的门。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请称呼我霍夫人。谢小姐，这房子里有哪些东西是你用自己的钱买的？奶奶，谢小姐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孩子霍家不认。霍夫人，不管您承不承认，燕慈都是您的孙子。那你就先祈祷他能平安长大再说吧。连个杯子都要花我儿子的钱，这房子里的东西想必也跟你没关系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给你30分钟搬出去。你不能这么残忍。等我儿子离婚那天，我会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残忍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聪明的人换圈子，平庸的人混日子。谢小姐，你除了这副可怜相，还有什么？云初是嫌你脏，你搬家有什么用？只要你不解释清楚，他迟早起诉你。我让他留在国外是给他时间冷静，我绝不会给他起诉离婚的机会。陆少，好久不见。燕州，他们这是在搬家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得，你们聊，我先撤。秦叔，剩下的明天再办，你们先回去。燕州，今天霍夫人去找我了，她把我跟燕慈赶了出来，还威胁我。她说如果你跟云初离婚了，她绝不会放过我。燕州，我现在真的好怕。放心吧，我跟我太太不会离婚，她威胁不到你。我嫂子嫌我带孩子回去挤，你看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能不能让我和燕慈先在这暂住？不行，这是我和我太太的婚房，你住进来不合适。安宁，这些年你受的苦，我心里有数。但如果你一直待在京师，我家里人不会罢休。安宁，你说个数，我给你一笔钱，你带着燕田换个地方生活，我保证你们下辈子衣食无忧。你真的忍心让我跟家人分开吗？我为了你整整消失了6年。你可以带家人一起走。我从来没想过要破坏你的婚姻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那我就只能跟我太太解释清楚燕慈的身份。解释？然后呢？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谢安宁为了嫁进豪门不择手段，反被逼出国，被人欺负，怀了野种，还赖着你负责吗？你是想让你爷像6年前一样把我和孩子再处理掉一次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你还不如直接杀我！你把这装修的跟婚房一模一样，还把婚纱挂上，云初照样不稀罕。谢安宁掉2滴眼泪，你就心软了？不是心软，如果让我爷爷知道孩子不是我的，他真的会动手。你爷爷为什么偏偏针对他？安宁不是那种人，他当年为了我的前途才离开，这6年他过得生不如死，他牺牲了太多，我不能不管。所以云初就活该受罪。云初从小娇生惯养，嫁给我后我也没让她受过委屈，但安宁不一样，她什么都没有。
喂，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死算了！好，我先出去了。你寻短见，有没有想过燕慈？燕慈我已经送去孤儿院了，我真的不想活。燕州，你别管我。安宁，你是燕慈唯一的依靠，别再做傻事儿。当年你爷爷威胁我说我不走你就得净身出户，为了你的前途我远走异国，我被家暴了整整6年。燕慈是我被强暴才生下的孩子，我不敢回来，我怕拖累你。求你别把燕慈的身世告诉云珠，如果让你爷爷知道燕慈不是你亲生的，他会再次处理掉我们母子的。我答应你，不说。你没看出来他是故意的，他为我牺牲太多了，我没法拒绝。那云初呢？你打算离了？我不离。为了谢南宁，你婚房丢了，婚戒丢了，下一个丢的就是云初。闭嘴，别影响别人休息。你果然还不知道，你妹听说你在这儿照顾谢南宁，已经飞出国找云初告状去了。你怎么不拦着点儿？不瞒你说，我也希望云初跟你离。嫂子，你不知道，我妈把房子收回来后，那个谢安宁居然闹自杀，我哥现在天天在医院照顾她。以后关于他们2人的事不用跟我说。过1个月就是中秋了，等我回国咱们再约。1个月了，我们竟然是通过这种方式见面。云初，好久不见。云初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好去机场接你。离婚律师函你应该已经收到了，有关离婚的所有问题，我的代理律师会跟你谈。明天中秋节，我晚上过来接你，回老宅一起吃饭。没必要了。云初，姐，爸妈让我下来接你。大半夜不回家，跑这儿干什么？爷爷让我转告，带嫂子回老宅吃饭。燕州，我刚好经过，明天能陪陪我和燕慈吗？明天中秋，我得陪太太回长辈那儿。云小姐回来了，那真好，我不打扰你们团聚了。云小姐，听说你回国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你。霍彦州动作挺快，刚见面就跟你告别了。东西我不收，直说吧。云小姐，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你故意装修婚房让我们住，又留下戒指和卡，不就是想以退为进，刺激燕州吗？你应该劝他离婚，而不是在我这儿浪费时间。燕州不离婚是看你可怜，他爱的是我和儿子，他能给你的也只有这点名分了。我这就打120。小川，你先回家跟爸妈说一声，我跟救护车去医院。小川，怎么就你自己？你姐呢？跑成这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爸妈，我闯祸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谢安宁堵在小区门口找我姐麻烦，话里话外挤推人，我气不过推了她一下，她就是故意的，就是奔着害我姐来的。我姐一个人在那肯定要受欺负，我得回去。川川，拿上钱包。师傅，市中心医院，麻烦您开快点。
燕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想跟云小姐道个歉，让她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放屁！小川，你先回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还买了水果和月饼。没错，这位小姐真是善心，为了不让这孩子留案底，硬是不让我报警。她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，还把我往马路上踹。你这个绿茶！小川，道歉。姓霍的，放开我！霍彦州，你放开我弟弟！燕州，别生气。燕州，快放开这孩子，我只是软组织挫伤，没事的。云初，就算你护短也该有个限度，他做错了必须道歉。是他先挑衅我的。安宁好心送东西是好，阻止报警救你弟弟，这也有错。他这一切都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我相信安宁不会。既然你信他，何必再问我？既然无话可说，就闭嘴。啊！小川，别碰他！小川，姐带你找医生。姐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。云初，你别哭，我没控制好力道，我现在就联系最好的医生。不用了。云初，去急诊找赵主任。燕州，我肚子好痛。安宁身子虚，我得先叫医生。小川只是脱臼，你去急诊，我一会儿去找你们。小川的手怎么样了？我弟弟伤了你，你男人伤了我弟弟，我们两清。霍太太，你别误会，我和燕州。云初，我们聊聊。云初，我们是夫妻，你刚刚跟安宁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把信任全给了谢安宁，甚至为了他当面伤我弟弟。霍彦州，我们是哪门子夫妻？安宁为人和善，她去找你是想示好，想跟你和平相处。正宫和小三和平相处，霍彦州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安宁只是过去式，今晚的监控我看了，小川打人在先，我没有冤枉他。人证是后问的，监控是后看的。你进门眼里就只有他，你当然信他。小川的手我有责任，但这跟安宁无关，你别迁怒他。有你这么护着他，我敢吗？小川怎么样了？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。霍彦州，小川以前最崇拜你这个姐姐，现在你不配。爸妈，都是我不好。小川性子冲，吃点亏长个记性吧。赵律师，如果他不签字，这个离婚官司我打定了。小舅子都敢打，我谁都不服就服你。是他强行挣脱，脱臼了。谢安宁这就是上门挑衅，换我是云川，我也揍他。安宁没坏心思，她只是想劝云初回房。既然谢南宁是圣母，那你干脆把婚离了，娶大送小，多合适。激将法没用，我跟云初不会离婚。行，明天中秋，有本事你先把人带回老宅，再跟我吹牛。你为了野女人打我儿子，还来干什么？我们庙小，请霍总离开。爸妈，昨晚是我不对，我来看看小川。霍彦州，你跟谢安宁已有夫妻之实，再咄咄逼人，我不介意把丑事公之于众。今天中秋，爷爷让你跟我回老柴，没必要。两个方案，要么跟我回老柴，要么我现在订酒店，让两家人一起过这个节。跟你们过节？我呸！离婚的云川！哎，云川！你走吧，晚上我会准时去老宅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一次性说清楚。冷气太低了。
舟，你放开我！云初，你看哪对夫妻像我们这样相处的？你结婚3年，心里装着白月光，还没离婚就堂而皇之养着他们母子，我没跟你反目成仇，已经是最大的忍耐。你非要这样想吗？霍彦舟，你在病房里说的对，无话可说就闭嘴。小初，妈特意让厨房蒸了你爱吃的鱼。妈特意为你熬的，多喝点。抱歉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一回来就耷拉个脸，越来越没规矩。爸妈，我们很好。中秋团圆饭少了一个人就不叫团圆了。爷爷、爸妈，我已经委托了律师准备离婚。云家当年破产，要不是燕州护着，能有今天？想离婚就净身出户，你休想带走霍家1分钱！今天是中秋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霍彦舟，我1分钟都不想再等。云家破产时，霍彦舟投的钱他已经跟我算清了，10个亿已经还到他手上。我净身出户，绝不要霍家1分钱。我手里有霍彦舟出轨的证据，如果你们不想闹得鱼死网破，让霍氏名誉扫地，下周1我要得到明确答复。霍彦舟，你疯了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能让你冷静的地方。霍彦舟，你放开我！今晚别走了，我去给你放洗澡水。你在这对我晕强，就不怕谢南宁伤心吗？云初，你在长辈面前提离婚，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？你养私生子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安宁母子的事我不想再解释。今天是中秋，你非要让长辈们不安生。你只疼你的长辈，我弟弟手腕错位疼得整夜睡不着，我爸妈冷锅冷灶没心思吃饭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的长辈是我的父母就不是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旧房，我搬出来了，以后我们住这儿。即便是我再喜欢的东西，如果被人弄脏了，我也会丢掉。更何况是你这个从心里一直脏到身体的男人。他情绪不对，帮我送他回去。他脑子又抽什么风，把你气成这样？裴野哥，你会因为别的女人一句话就对我弟弟动手吗？这是我错了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嫁给你也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。云初，如果燕州有苦衷呢？裴远哥，你帮我劝劝他，让他离婚吧，我真的受够了。燕州的脾气你最清楚，他不想离，就算是你请最顶尖的律师，这婚也离不掉。如果离不掉，我就去死。想知道云初跟我聊了什么吗？找你劝我离婚，抛开谢安宁母子不谈，我和云初的婚姻没有裂缝。那道缝比雅武不江大峡谷还宽，你确定兜得住？云初从小就依赖我，只要给他时间冷静，他会想通的。他是想通了，他跟我说，早知道你会这样对他，当年他宁愿嫁给我。他喜欢了你20多年，叫了你20多年的哥，你不该为了谢安宁这么伤他，甚至冷暴力。娶她我是权衡利弊过，但婚后我没亏待过他和云家。在安宁母子的事上，我确实不妥，但也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他说，如果离不掉，他就去死。他不会的，他那么孝顺，非得等他死在你面前才严重。云小姐，你弟弟的伤好点了吗？你跟燕州这么久没见，应该用得到。谢安宁，至少目前我还是合法妻子，你这么挑衅，对你没好处。如果我告诉燕州你打我，他饶不了你。用不用我帮你现在就叫他过来？我只是好心，燕州跟我相爱，他为了大局不离婚，但我理解他，我可以一辈子不要名分。昨晚他在床上确实不肯放开我，也不肯离婚。你要是真大度，就多吹吹枕边风，让他赶紧签字。
彦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接我太太。我爸妈和爷爷过来了，想跟亲家见个面。如果是离婚，直接去民政局，否则就走法院。我爷爷亲自来了，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你走法律程序公开筹损，祸事绝不会罢休。